当灵动看到这一株犹如符文般的天福灵树，双眼明亮到了极点，飘来浓郁的药香味。摩铁等人目睹了一幕令人震惊的场景，他们被石室内那股强烈的能量波动所震撼，以至于呼吸都变得急促。他们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满室的灵药所吸引。灵动深吸一口气后，迈步走进了石室。石室的广阔逐渐展现在他的眼前，其中灵药众多，但他的目光却始终锁定在远处的天福灵树上，步伐不由自主地加快。莫林等人紧随其后，他们同样注意到了灵动的目标，心中不免有些震动。尽管他们早知雷岩谷中天福灵树的传说，但当这传说中的灵物真正出现在眼前时，即便有所准备，他们的心依旧难以平静。摩铁笑着赞叹灵动的好运，他们都知道天福灵树的珍惜，但同时也明白灵动的实力不容小觑。灵动之前的表现已经让他们心生敬畏，因此他们并没有对天福灵树的归属提出异议，而是转而小心翼翼地收集周围的灵药，这些灵药的价值同样不菲。灵动终于在天福灵树前停下了脚步，近距离观察，他能清晰地看到树枝上那些细小而神奇的纹路，它们如同天地间的杰作，让人不禁沉醉其中。灵动眼中的渴望变得更加炽热。莫铁在收集了一些珍稀灵药后，走过来提醒灵动，如果看中了天福灵树，就应该尽快收走，以免夜长梦多。灵动微微一笑，眼中闪过一丝光芒，但他并没有立刻采取行动。就在灵动目光闪烁的刹那，一道略显阴冷的笑声突然在这宽敞的石室之中响起。这等天地灵物，也是你们这些小猫小狗有资格享用的吗？摩铁等人感受到了一股突如其来的威胁，元力在体内迅速涌动，准备随时应对可能的攻击。就在他们厉声喝问之际，一道黑影如同幽灵般从天而降，速度之快令人措手不及。黑影在半空中停下，悬浮不动，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俯瞰着莫铁他们，冷笑道：“看在你们给我带路的份上，我不杀你们，滚吧！”黑影人的出现和其展现出的强大气息，让摩铁等人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他们惊恐地意识到，眼前的这位不速之客竟然是一位涅槃境的强者。莫林在灵动身后低声咒骂，对于这位突然出现的对手感到愤怒和不解。灵动虽然双眼微眯，但他的表情并不显得惊讶。他心中清楚，远古秘药的吸引力远不止于玄冰王朝和大巫王朝，暗中必有其他势力觊觎。眼前的黑影人正是那些暗中势力之一的代表。面对涅槃境强者的威压，莫铁等人的斗志被削弱，他们紧握双拳，却感到无力。在这种力量面前，他们知道自己的抵抗几乎是徒劳的。摩铁抓住灵动的手掌，低声劝他放弃，因为他知道，即使灵动曾经展现出强大的实力，但在涅槃境面前，他们依然处于绝对的劣势。然而，灵动只是微微一笑，他的目光坚定地锁定在黑影人身上。黑影人的动作迅猛，他的元力大手如同实质一般，迅速地向天福灵树抓去。在黑影人的元力大手即将触及天福灵树的瞬间，天福灵树展现出了它惊人的生命力。原本宁静的树枝突然活跃起来，绿意盎然，伴随着一种难以察觉的腥味，连灵动的脸色也不禁微微变化。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显然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。黑影人也未曾预料到天福灵树会主动发起攻击，他的面色一变，但随即展现出了他的实力，身形灵活地避开了树枝的缠绕。他以掌带刀，挥出凌厉的劲风，将天福灵树的树枝劈断。然而，他的攻击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，反而似乎激怒了这株神秘的灵树。天福灵树的断枝处开始蠕动，以惊人的速度重新生长，随后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攻击，铺天盖地地向黑影人袭去。这一幕让摩铁等人目瞪口呆，他们从未想过，一株树木竟能展现出如此强大的战斗力。灵动淡然一笑，目光落在摩铁等人惊讶的脸上，轻声说道：“天福灵树不是寻常之物，拥有一定的潜在灵智。它枝叶散发着一种名为天福毒的剧毒，即便是强大到涅槃境的存在，若不小心沾染，也会面临极大麻烦。”灵动之所以没有立即行动，是因为他明白这种灵物不是轻易就能得到的，即使是涅槃境的强者，若是一个不慎，恐怕都会再次翻船。摩铁建议撤退，担心涅槃境强者解决天福灵树后会对他们不利，但灵动却不愿空手而归，他的决心坚定，面对宝物，他不愿放弃。他的笑容中透露出自信，随即他身形如闪电般冲向天福灵树。摩铁对灵动的大胆行动感到震惊，他没想到灵动竟敢在涅槃境强者的眼皮底下抢夺宝物。黑影人也注意到了灵动的动作，怒喝出声，试图以威势震慑灵动，但灵动对黑影人的威胁置之不理。他运用太清游天步，身形轻盈地避开了天福灵树的攻击，巧妙地不触碰任何一根枝条。他深知天福灵树的再生能力以及天福毒的危险性，因此他采取了更为谨慎的策略。灵动的身手敏捷，巧妙地绕过了飞舞的树枝，最终来到了天福灵树的树干处。他的目光锁定在树干中央的奇特符文上，那里是天福灵树能量的汇聚之地。只要取得这个符文，就能将整株天福灵树的力量收入囊中。天福灵树似乎意识到了危机，它的树枝突然间蕴含着致命的天福毒，以惊人的速度向灵动射来，
试图阻止他的行动。他无视了天赋灵术的攻击，手掌迅速取成爪形，猛地探出，释放出强大的劲风。他的行动果断而精准，一把抓住了那闪烁着荧光的树纹符文，并用力一扯，将其从树干上抠离。随着符文的脱离，天赋灵术的生命力量似乎被抽离，它迅速地枯萎下去，那些曾经生机勃勃的枝条也无力地垂落。灵动成功地将树纹符文收入自己的乾坤袋中。就在灵动准备撤离之际，他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杀意从背后涌来。这股杀意来自于那位被天赋灵术缠住的涅槃境强者，他显然对灵动的行为感到愤怒。小子，给你一个机会，主动交出来，自断一臂，我兴许还能饶你一命。黑影人悬浮半空，阴森如厉鬼般的目光死死地盯着灵动，那声音中所充斥着杀意，让的摩铁等人面色迅速苍白起来。然而接下来灵动淡淡的一句话却让他们感到如同置身冰窖，寒意袭来。灵动的话虽然只有2个字，却足以让那个黑影人忍不住愤怒的颤抖。做梦！莫铁等人看着那愤怒到极点的黑影人，心知这位涅槃境强者已经得罪了。好，真是有胆识啊！黑影人的话语中充满了讽刺和威胁，他显然对灵动的胆识和实力有着自己的评价。在他看来，灵动虽然在雷岩谷外与华云有过交锋，但那并不能证明灵动有足够的实力在他面前嚣张，表明了他不会轻易放过灵动的决心。灵动对此只是淡淡一笑，没有直接反驳，但他的行为已经表明了他的立场。他没有交出树纹符文的意图，这种坚持无疑进一步激化了与黑影人的紧张关系。莫铁等人目睹这一切，他们的脸色苍白，心中充满了担忧。他们知道，如果灵动不交出树纹符文，黑影人绝不会放过他们。他们对灵动的实力有所了解，但也清楚涅槃境强者的可怕。与此同时，莫林和其他同伴虽然内心忐忑，但他们对灵动有着一种盲目的信任。他们见证了灵动在远古战场上的种种奇迹，似乎灵动总有办法扭转局势，这让他们在紧张中也抱有一丝希望。石室中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，一股阴寒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。小子，你失去了最后求饶的机会。黑影人不耐烦和愤怒在这一刻爆发出来，他没有使用任何花哨的武学，而是直接以涅槃金身的力量化为一道光影，向灵动发起了猛烈的攻击。黑影人的攻击迅猛而狠辣，他的拳头蕴含着足以摧毁一切的力量，直接轰向灵动的要害。面对这样的攻击，灵动并没有选择逃避，而是在自己的身体上也爆发出了金光，那是他的小涅槃金身，虽然不如黑影人的金身凝练，但也显示出了坚不可摧的防御力。2股强大的力量在石室中碰撞，发出沉闷的声响，力量波纹四散，周围的灵药瞬间化为粉末。灵动虽然被强大的力量击退，但他的身体并没有出现重伤的迹象，反而在金光的保护下显得更加明亮。莫铁等人目睹了这一幕，他们对灵动能够应接涅槃境强者的一拳而无大碍感到震惊。黑影人也意识到了灵动的特殊之处，他冷笑着，认为灵动的炼体武学虽然强大，但仍然无法与真正的涅槃强者抗衡。黑影人再次发动攻击，他的涅槃金身力量更加浓郁，他准备以绝对的力量压倒灵动。灵动，快逃！莫铁等人见到这一幕，心脏都是提到了喉咙，声音略显尖锐地道：这涅槃强者显然是真正的动用了全力，他要下杀手了，逃得掉吗？金光之中传出那涅槃强者刺耳的笑声，他望着灵动那平静的脸庞，一想到下一刹那这张脸庞被变得稀巴烂时，他的心中便是涌上一种变态的血腥快感。莫铁等人的担忧达到了顶点，他们目睹了涅槃强者的全力一击，那是一种无法逃避的攻击，他们担心灵动无法承受这样的力量。然而就在黑影人的拳头即将击中灵动的瞬间，灵动的眼中闪过了一抹嘲弄，紧接着一道红光闪现，一只金属般冰凉的拳头与黑影人的拳锋硬生生相撞。这一撞引发了可怕的力量波纹，整个石室仿佛都在颤抖，石柱爆炸，地面崩裂，甚至石室本身都出现了塌陷的迹象。莫铁等人在震惊中暴退，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因为在那晨雾中狼狈倒射出来的竟然是那位神秘的涅槃强者。黑影人同样难以置信，他抹去嘴角的血迹，死死地盯着晨雾之中，无法接受自己竟然被灵动击退。而当晨雾逐渐散去，一道身影缓缓走出，那是灵动，他的脸上依然平静如水，没有任何波动。摩铁等人的目光紧紧地锁定在灵动身上，他们注意到了灵动身后的高大身影，那是一道通体如火的身影，虽然看不清面貌，但那强大的波动让他们感到震惊。他们终于意识到，灵动并非孤身一人，他的背后竟然还有一位涅槃强者。火红的身影静静地站在灵动的身后，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威慑。尽管他没有动作，但那令人心悸的波动却无声地扩散，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他的力量。摩铁、莫林以及其他人都被这一幕震惊，他们从未想过灵动竟然会有涅槃强者的守护。黑影涅槃强者的眼中闪过一丝贪婪和忌惮，他意识到那火红的身影并非真正的人类，而是一种灵魁。即便如此，他也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，因为灵魁的稀有和强大
是他所未曾拥有的。摩铁等人在听到灵魁这个词后，也恍然大悟，他们羡慕地望着灵动，这下明白了，之前灵动之所以能够对林志和柳原等人保持平淡的态度，是因为他手中有着这样一件强大的底牌。灵动的平静笑容和挑衅的话语，让黑影涅槃强者的怒火难以抑制，但他也清楚，面对血灵魁和灵动的双重威胁，他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。他的目光在灵动和血灵魁之间游移，心中的怒火和理智在激烈交战。小子，你不要太得意了，得罪了我魔岩王朝，恐怕你的日子好过不到哪里去。区区一具灵魁而已，还没资格保护你在这远古战场肆无忌惮。黑影涅槃强者阴冷地盯着灵动，咧嘴森然道：魔岩王朝。听得这个名字，灵动倒是没什么反应，但一旁的摩铁等人面色却是有些变了。他们见到灵动那平淡的模样，不由得凑过去低声道：灵动，这次怕有些麻烦了。这魔岩王朝的名头我听说过，这王朝即便是在那些高级王朝中都是很强大的存在，那之中的涅槃强者更是不可能只有一人。面对黑影涅槃强者的威胁，灵动展现出了坚定的态度和无畏的勇气。他并没有因为魔岩王朝的强大背景而有所畏惧，反而以更加强硬的姿态回应了对方的挑衅。灵动的这种反应让摩铁等人感到既惊讶又佩服，他们意识到灵动并非一般人，他的实力和胆识都远超他们的预期。黑影涅槃强者虽然愤怒，但在血灵魁的存在下，他知道自己无法轻易对灵动造成威胁，最终只能带着怨毒和威胁离开。他的离去让摩铁等人松了一口气，但他们也清楚，灵动与魔岩王朝之间的恩怨恐怕不会轻易就此了结。灵动对此却显得十分淡然，他的态度表明他并不担心魔岩王朝的报复，而是准备面对任何挑战。他的这种态度让墨铁等人更加确信，灵动是一个有着远大抱负和强大实力的人，他的未来不可限量。走吧，这石室里应该还藏着其他的宝物，你们可不会白来一趟。灵动笑了笑，不再继续这个话题。他扫了一眼被严重破坏的石室，许多灵药都在战斗中被毁坏，所以只能去看看其他的地方了。他们在迷宫般的石殿中穿行，途中遇到了其他的竞争者，但灵动的实力和血灵魁的存在让他们无需担心安全问题。在灵动的带领下，他们收获颇丰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满足和兴奋。当他们发现主殿的存在时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远古秘药上，这是他们此行的最终目标，也是所有强者和高级王朝所渴望的东西。远古秘药不仅具有极高的价值，而且与生死转轮丹这样的珍稀宝物有关，这足以让任何人心动。灵动没有犹豫，直接带领着队伍进入了主殿。他们的到来引起了在场其他人的注意，包括林志、柳原以及玄冰王朝和大巫王朝的人。灵动的目光锐利，他注意到了5道黑影聚集的地方，那里的人显然对其他人有着不小的威慑力。灵动的出现引起了黑影中一人的注意，那正是之前与他争夺天赋灵术的对手。对方的眼神阴冷，嘴角露出了狰狞的笑容，但灵动并未受到影响。他的目光最终定格在了主殿深处的光团上，那里悬浮着的正是他们此行的目标——远古秘药。远古秘药的存在让灵动的眼瞳紧缩，他能感受到石符内小雕的激动。主殿内的局势因为灵动的到来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林志和柳原等人对灵动的出现感到一丝欣慰，毕竟他是阳城的同伴，相较于其他势力，他们更愿意相信灵动。华云、乌墨以及那些黑影人对灵动的态度则显得冷淡，他们并不将灵动放在眼里，尽管他在雷岩谷外的表现引人注目。当那名与灵动交过手的涅槃强者向被称为牧师兄的人报告时，主殿内的其他人开始对灵动产生了兴趣。他们对灵动能够从涅槃强者手中夺取天赋灵术感到惊讶。牧师兄，一个苍白而阴厉的男子。当得知灵动手中拥有灵魁时，主殿内的气氛变得更加凝重。灵魁的强大是众所周知的，即使是最弱的灵魁也能与涅槃境强者媲美，这让灵动在众人眼中的地位瞬间提升。这个看上去不过造化境巅峰的小子，竟然还拥有着这等底牌。林志和柳原意识到他们之前低估了灵动，而华云和乌墨也对灵动隐藏的实力感到惊讶。牧师兄，这位魔岩王朝的领头人虽然对灵动的实力有所忌惮，但他的主要目标仍然是远古秘药。他决定暂时不对灵动采取行动，以免在关键时刻分散了注意力。沉默的话语中透露出魔岩王朝的霸道和自信，他试图通过威胁和利诱来让华云和乌墨让步。然而华云和乌墨并不买账，他们对沉默的提议嗤之以鼻，因为他们也为了远古秘药付出了很多努力，不可能轻易放弃。沉默的威胁更是暴露了魔岩王朝的残酷，他们不惜对得罪自己的势力进行无情的打击。这种态度让在场的其他人都感到了压力，但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们争夺远古秘药的决心。华云的愤怒和玄冰王朝强者的寒气涌动，表明了他们并不打算轻易屈服于魔岩王朝的威胁。这种对峙让在场的其他人，包括林志和柳原，感到了压力。他们意识到，在这种强者云集的环境中，只有涅槃境的强者才能拥有足够的话语权。林志和柳原的心中充满了不甘和决心，他们清楚地认识到，
如果想要在远古战场上站稳脚跟，就必须达到涅槃境。这个境界不仅是实力的象征，也是获取稀有资源和更高地位的关键。他们暗下决心，一旦这次事件结束，他们将全力以赴冲击涅槃境。陈木，你魔岩王朝虽然是大，但今日你们仅有2名涅槃境强者而已。乌莫淡淡开口，他的话意味着很简单，陈木带来的人手还不足以对付他们。你们也算得上真正的涅槃境强者吗？然而，对于乌莫的话，陈木脸上却突然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，他的眼中似乎闪烁着奇异的金光。你们2人进入涅槃境，恐怕也只是凑齐了20万的涅槃丹罢了。而我，当初冲击涅槃境，却是使用足足50万涅槃丹。你们想要与我抗衡，痴人说梦！陈木面色冰寒，一步跨出，浓郁的金光陡然自其浑身毛孔暴涌而出，同时间，一股极端强大的波动也是席卷而开，强大的威压笼罩着整个大殿。陈木的50万涅槃丹的冲击，不仅展示了魔岩王朝的财力，也彰显了他个人的强大实力。这种实力的展示，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压力，包括灵动在内。灵动在听到50万涅槃丹的数量时，心中也是震惊。他知道，涅槃丹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涅槃境强者的实力。陈木的实力显然远超华云和乌莫，这让他在争夺远古秘药的过程中占据了优势。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，灵动选择了谨慎行事。他注意到了大殿4周的石像，并在小雕的提醒下，意识到这些石像可能隐藏着某种秘密。他决定暂时退到大殿门口，以观察局势的发展。陈木趁着华云和乌莫还在震惊之中，迅速行动，一把抓向了大殿深处的光团。华云和乌莫的反应虽然迅速，但陈木的动作更快，他已经伸手抓向了光团中的钥匙。然而，出乎意料的是，他的手掌竟然穿透了光团，仿佛那钥匙只是一个幻影。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困惑，他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紧接着，大殿内响起了细微的咔嚓声，这声音似乎预示着某种变化即将发生。灵动的直觉告诉他，这并非是简单的机关反应，而是有更深层次的秘密。就在这时，墙壁上的石像开始缓缓站起，他们散发出的波动强大而神秘，不亚于在场的涅槃境强者。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，他们才明白这些石像并非普通的装饰，而是隐藏着某种力量。灵动的脑海中迅速闪过一个念头，那光团中的钥匙并非真正的远古秘药，而是用来激活某种机关的触发器。这个发现让他意识到，远古战场的机关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复杂，每一步都可能隐藏着陷阱和考验。石像的突然活化让所有人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。这些石像散发出的能量波动，让在场的涅槃境强者都感到了压力。华云、乌莫等人的面色巨变，他们意识到这些石像的强大，迅速下达了撤退的命令。然而，当他们试图撤离时，2具石像已经封锁了大殿的出口，将所有人困在了里面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意识到，他们已经陷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。光团内的钥匙不仅是触发机关的开关，也是这场灾难的导火索。灵动紧皱的眉头和他对莫林的手势表明了他的担忧。他知道，面对这样的危机，他必须全神贯注，而莫林他们的安全撤离，让他能够更加专注于眼前的挑战。莫林虽然犹豫，但最终还是理解了灵动的意图。他知道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留下来只会成为灵动的负担。大殿内的其他人，包括陈木，也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。即便是陈木这样的强者，在面对如此多的石像时，也感到了无力。他们现在必须想办法应对这些石像，否则他们将无法活着离开这个大殿。灵动兄，我们这个时候抱成团的话，恐怕会更好点。此时，那林志、柳原等人也是极为机灵的带着人窜到了灵动身旁，这看得他有些好气又好笑。这些家伙显然是想借助他灵魁的保护，不过这个时候，他这血灵魁恐怕也是难以取得太大的成效，毕竟这些石像个个都是堪比涅槃强者的主啊。涅槃石像的活化让所有人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，他们的强大力量让在场的强者都感到了威胁。灵动、林志、柳原等人迅速聚集在一起，准备共同面对这些石像。尽管灵动的血灵魁强大，但在如此多的涅槃石像面前，也难以发挥出全部的效力。在灵动的指挥下，他们决定分头应对冲向他们的石像。灵动主动拦下了一座，而林志和柳原则联手对抗另一座。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，他们必须依靠彼此的力量和智慧来生存。就在灵动与石像交战的同时，小雕的声音在他心中响起，提醒他寻找破解这个局面的方法。灵动的目光在大殿内游移，寻找着可能的线索。他注意到了大殿中央的石像与众不同，他正面俯视着大殿，与其他侧面的石像形成对比。灵动的直觉告诉他，这座石像可能是解开这个局面的关键。他决定冒险一试，迅速移动到那座石像前，一拳轰出。随着石像的破碎，一道光团从中飞出，而大殿内所有的石像都突然凝固，恢复了静止的状态。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，他们的目光纷纷转向了那道光团。
小雕的声音再次在灵动心中响起：“灵动，抓住那东西，那就是远古秘药。”灵动此刻开心极了，果然没猜错。